Hello，大家好，我叫夏荷，和大 S、小 S 一样，是个4字打头的中年人。虽然这2位姐妹花出生在70年代的末期，我出生在80年代的早期，但是大抵差不了几岁，所以我并不敢说我是看着他们的节目长大的。我只能非常谦卑，带着感恩之心地说，我是和这2位姐妹的综艺节目共同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虽然我和她们这2位姐妹在生活中素不相识，但是她们2个人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在台湾综艺节目的妙语连珠、天马行空、古灵精怪，创造出了无数的金句和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生真实感，是许多中国大陆地区80后和90后青春回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就包括我。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并不是大 S 徐熙媛女士的影迷，但我们却是她忠实的粉丝。在过去的20几年时间里面，大 S 小姐对于美的那份执着，对于恋爱的那份态度，对于人生的那份豁达，都让我们在不同阶段深深迷上了这个有趣的女子徐熙媛。但是很遗憾，2025年的2月2号，大 S 徐熙媛女士因为在日本感染流感，并发肺炎导致败血病，病逝于日本，结束了她短暂但又一言难尽的48年。2月2号当天，当我在新闻媒体上看到大 S 去世的新闻的时候，我那一天都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绝不止我一个人。我发现很多我的姐姐妹妹或者是群里的朋友们，他们都处于一天恍神的状态，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可能并不关注大 S 的年轻一代会问我们一个灵魂的拷问：每一年都有很多昔日陪伴过我们的超级巨星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为什么大 S 会对很多两岸3地的人造成了这样大的精神冲击呢？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为什么。确实，这些年走了非常多童年陪伴过我们的超级巨星，但是之所以大 S 的去世能够引发这么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持续不断的社会讨论，就跟大 S 人生的最后几年息息相关。大 S 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大 S 的一生是非常精彩的。精彩在什么地方？大 S 是80后和90后女性世界的一位启蒙者，她用一种非常自然也非常自我的方式，不断地在传递着一种女性的独立精神。不但是外表的美丽独立，而且也是心灵的一份坚强豁达。而就是这样一个来自于宝岛台湾的美丽女子，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经历了长期不断的霸凌、羞辱和网暴。有无数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观众朋友，包括他的粉丝，包括那些路人，心底都有一个巨大的期盼，就是希望大 S 能够逆风翻盘，能够坚强地站起来，能够完全康复自己的身体，给这个社会一个公正的答案，也给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家人一个清白的交代。可人生并不是综艺节目，大 S 也没能做成一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在她的身体并没有完全康复，也没有彻底的正式走向荧光幕前的时候，她就撒手人寰，驾鹤西去。而留下来的是什么？留下来的就是人间之耻。我见过人世间最丑陋的一对公母牲口，张兰、汪小菲母子继续在网上祸害着大 S 的名声，败坏着大 S 的家人，吃着大 S 最后的流量，
蘸着大 S 尸骨未寒的人血馒头，望着这个隐忍善良的女子，来不及跟所有喜欢她的人说一声 say goodbye， 却不得不听着那对人间畜生母子继续在这个世界上为非作歹。所有曾经看过大 S 的观众，所有原本对此漠不关心的吃瓜群众，所有会说华语但心底尚有一丝良知的人类，内心都充满了无尽的愤怒和遗憾。大家愤怒，如此毫无底线的一对恶魔，为什么可以在这个时代继续的嚣张跋扈？遗憾的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大 S 会拿到这样的人生剧本。也许这样的人生剧本在大 S 的内心深处已经自我和解，但对于所有关心大 S 的人、爱大 S 的人，就仿佛看《甄嬛传》看到了甄嬛死在了甘露寺，然后剧情就结束了。这一切的一切，让每个心底上有一丝温度的人类意难平。于是乎，看着评论区里的召唤，也看着我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我决定在今天做这期节目。就在大 S 头七的这一天，我要替大 S 报仇雪恨。尽管我没有办法在物理上手刃了张兰和汪小菲这对母子，但是我希望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一期视频，一期完整的视频，把他们滔天的罪孽说得清清楚楚，且这个 UP 主永永远远都不会被他们的公关团队收买。我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面，每一个怀念大 S， 在搜索栏里搜徐熙媛的人，都能够看到本期视频，知道大 S 在临终的最后几年过了怎样的人生。我也希望他的一对儿女将来长大的时候，想寻找母亲当年活过的真相，至少还有一个小小的视频摆在这里，陈述当年不可洗脱的罪孽和往事。所谓的日本流感，不过就是压垮大 S 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大 S 的身体和灵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你们一点一点摧残，一步一步掏空，直到吸干了他所有的元气。这个世界有无数像我一样的人，都在替你们一笔一笔地记着这些血债，也注定会亲眼目睹你们血债血偿。在得知大 S 去世的当天，人类著名的痴情疯狗汪小菲先生携他现在雇佣来的临时演员属性的妻子马小梅飞往台湾。那我方便谈一下状况吗？这次回来是要帮忙，求你们多说那些好话。那就您目前了解的状况，有没有什么需要回来您帮忙？是回来协助的吗？我倒想反问各位观众，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到底是谁在辱骂徐熙媛小姐？我不是犯事到的人，我是来报警的。我来报警，第一，我的孩子被非法拘禁，被他非法扣留；第二，我汪小菲实名举报徐熙媛长期滥用药物。我现在在这边报警。再上。然后必须要给我孩子造成了非常大的不好的影响，因为他会让人产生幻觉。我汪小菲现在是来报警的，要让你们知道，在你们看到镜头背后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因为我一直在整理这一对母子对于大 S 和大 S 全家以及身边朋友的各种诋毁。
但是我发现我整理不完，因为在过去的很多年时间里面，这就是他们的工作，这就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每一分每一秒。大 S 以及他身边所有亲朋好友的名誉，就是这对王八蛋赖以生存的舞台。这个自诩痴情的汪小菲先生，3不5时就会在网上进行横跳式的精神发疯。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会把内心最廉价的那份深情、那份不舍，也就是他嘴里的那份爱，秀在网上。请看 VCR。你对他是爱还是可怜？爱。大 S 身体不好，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那是我前妻，我不会放下她。我看着孩子他妈现在阳了，每天咳嗽，每天难受，我就是想照顾他，没办法。几万人了，好嘞，别走啊，咱们拍着那个豆腐干。但是当他发现台湾方面大 S 和大 S 的家人从来都不会回复他，只会安静低调过自己的人生时，他又倍感失落。于是乎，他又点起了继续毁灭、迫害大 S 的斗志。把我当傻子，你看了吗？这不有买房子吗？我买的啊，首付所有都有付的，那房子是顶楼，现在他们就住那儿。无所谓，这东西对我来说无所谓，别欺人太甚，别欺人太甚，知道吗？很多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汪小菲为什么这样执念的不肯放过大 S？ 如果你单纯的把汪小菲所发疯的一切的基底理由解释为蹭流量、做生意，我觉得你太高估汪小菲的智力了。汪小菲没有这么聪明。汪小菲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伪富二代。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来自于中国大陆地区的菲佣不服气的想告诉我说，汪小菲的人生并非一无是处。没错，他至少有2个东西可以供他今生所用，一个就是他有一个极度无耻、不择手段、无比歹毒的老妈，可以无穷无尽地纵容他。第2个财富，他有一个前妻叫大 S， 无论是在大 S 的生前，还是在大 S 去世很多年以后的未来，汪小菲都注定会把大 S 的名字反反复复地拿出来炒作、消费，继续吃他的剩余价值。除了这2个女人，汪小菲一无所有，他内心空虚极了。而你们这些菲佣，交口称赞的汪小菲所谓深情，不过就是汪小菲这个人间中年巨婴内心无比自卑的一种外化显现。他有一个自诩含辛茹苦、强势单亲把他带大且不择手段的母亲。他能够活到今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得益于他有这样一个母亲，可以常年的给他输血，可以无底线的纵容他干着所有龌龊之事。但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没有底线的母亲，汪小菲永远都逃不出张兰的魔爪。他想挣脱，证明自己还活着，但是离了这个歹毒的母亲，他又活不下去，他只能受控于他的母亲。他想上外面的世界去寻找其他的女人，不管是他的情妇还是他的老婆，但是发现这一切的原因都逃不出他母亲的干预和控制以及破坏。他粗鄙、癫狂，毫无任何心智可言。他人生这40几年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出去找女人，然后把自己那油腻的脑袋一头扎到对方女人的胸脯里面，企图重新找一个新的母亲。这就是他忘不了大 S 的原因，因为他寻找的大部分的女人都是贪图他一时银两的野鸡而已，而真正自强自立、具备了人格和气质的人，就只有一个徐熙媛。
所以他忘不了这个人。他忘不了这个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用情有多深，是因为在他接触的所有女人里面，只有大 S 能够让他看到人的清醒和人的基本尊严。他自己内心深处也绝对不可能否认，他的人生真正有那么一丁丁点的提升，都是因为遇到了大 S 这个女人。而这个女人眼中不揉沙子，面对他常年在中国大陆在已婚身份的情况下面包三养四、拈花惹草，大 S 最终选择和他一刀两断，而且极其的体面，没有爆他任何的黑料。而汪小菲面对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开始选择恩将仇报的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大 S 和具俊晔结婚以后，大 S 的第2次闪婚确实给汪小菲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冲击，可以说让他感受到了灭顶之灾。他知道大 S 再也不会跟他复婚了，大 S 真的心灰意冷了，大 S 决定从此跟他做一个陌生人，而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很多人年纪尚小，你们不知道他们结婚以来到底发生过什么。我告诉你们，大 S 自打沾了这个男人就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10几年前，所谓的徐熙媛嫁给了中国富二代，这真的是当时就被猪油蒙了心。自从结婚以后，张兰就开始破产，汪小菲就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于是乎，他选择一次又一次的创业。我根本数不清，在他过去的10几年里面，他到底创了多少个业。我只知道他创一个败一个，而他每次创业就只有一个资本，让原本低调的大 S 或者是再拖上小 S 为他站台，为他免费宣传。而每次他创业，消耗大 S 的社会信用，不超过几个月，就又换一个新的赛道，再一次让徐家姐妹为他背书。无论是他当年做什么饮料，还是后来做什么台北的商务酒店，有哪一个生意不是踩在大 S 的名号上出去招摇撞骗呢？在汪小菲的心底，徐熙媛女士就是他后半生的养老保险。因为他知道他的母亲已经时不我与了，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在这个互联网信息横飞的时代吃不了多久。而争论人格魅力，大 S 无疑是他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甘泉。而大 S 和别人结婚了，他连掩盖自己最后羞耻的那一根遮羞布也不需要了。也就是从那天开始，他疯狂的撕咬大 S。 他非常了解大 S 的性格，就是不解释，清者自清。他掌握了这个法则之后，他就开始了无穷无尽的抹黑和颠倒是非。比如非常滑稽可笑的床垫事件，他自己和透过他的水军在网上疯狂的散播，那是一个超级豪宅，是他花钱买的，而大 S 居然在这个豪宅里边养着一个老光头叫具俊晔，他感觉人生意难平。而且更恐怖的是，这2人居然睡在他的床垫上，而这个床垫是一个价值200多万的床垫。当时在中国的网上一时激起千层浪，所有人都站在了他的这一边，去攻击大 S 和大 S 现任的老公。而事实真正是什么样子？请大家看一张图片。这张照片是我2022年年底在韩国江南区的 Gloria 百货试睡拍摄的一张产品试验照片。我当时特意去问了这个品牌的经理，就是汪小菲先生所采购的那个床垫是否是属于这个品牌的。那个经理非常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我不清楚它的床垫价值，但是从视频上来看，这个并不是我们这个牌子的床垫，也就是这个品牌已经官方辟谣了。那么汪小菲嘴里200万的这个床垫到底是什么呢？通过大 S 后来把这张床垫给他送回到了他的 S Hotel 酒店的视频上来看，很多网友扒皮得出，这个床垫的价格应该在人民币2到3万左右。这一场恶心的操作，汪小菲玩到了2个窍门。第一，他把法律上判给前妻的房产
依然在言论和道德上标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我想问一下每一位观众，在法律上判给你的东西，你未来和谁共同使用，这是不是你基本的人身自由和权益？不管这个东西曾经经过谁的手，但是今天法律已经判为你私人所有，请问它和曾经的人还有任何的1毛钱关系吗？那么汪小菲有什么理由指责大 S 家里面到底住了谁呢？他根本没有权利过问他前妻的任何私生活。而与此同时，汪小菲在大陆又想起了第2个恶劣的方案。这个方案我闭眼睛都知道一定是中国内地的营销公司帮他策划出来的，因为以汪小菲这种超级低的智力，他连这个都想象不出来，就是他常年的利用网络的水军抹黑具俊晔先生。因为中国大陆的网民都是2极管思维，非黑即白，无论你多么的不堪入目，但是只要你能树立一个更加不堪的人设典型，你就可以马上被洗白。而汪小菲就选择了具俊晔这个人，长期3不5时的明里暗里贬低着具俊晔的外形、年龄，尤其是存款状况。因为在高度拜金的大陆社会，有的时候一个人能够秀出来多少财富，仿佛就是一个人的正义性。而更让人不齿的是，汪小菲对于具俊晔的这种贬低，一直到大 S 去世以后的多日依然没有停止。前几天在所有网上讨论关于大 S 去世消息的新闻底下，顶上的那条置顶评论全部是整齐划一的，看似调侃，实则非常歹毒。就是我们要先搞清楚大 S 死后具俊晔的抚养权归谁。就是这样长期的策划出具俊晔正在吃汪小菲的这个假象，来掩盖什么？来掩盖汪小菲才是他们婚姻中真正的那个背叛者。即便关于网上汪小菲招妓、嫖娼、包小三、包小四，各种录音视频一应俱全，五花八门，但是汪小菲是男人吗？只要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你能把那个女人也策划成她在离婚之前就已经和韩国的前男友建立了联系，哪怕这个联系仅仅是手机里没有删除他的电话号码，都可以洗脱这个男人在外面的寻花问柳和所有龌龊阿杂的行为。这就是中国社会，而且帮这个男人洗脱罪名的大多数还就是中国女性。在中国大陆地区，男女两性的对立这些年有没有过一点点改善或者提升解决呢？有的，不管多与少，但总归还是有的。但是关于女性独立的社会运动问题、思想解放问题有没有提升呢？我非常客观地告诉你，不但没有，而且有大幅度的倒退。因为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社会里面，破坏女性的主要力量就来自于女性。这种难以言说的、没有办法解释的奇怪行为，就促成了女性的女权独立运动向前走一步，但是那些迂腐的梦女、女奴会努力地把它拖回10步，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我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人比我先一步的过上独立清醒的好日子。不但是这些女奴如此，汪小菲的母亲张兰内心深处亦是如此。她痛恨汪小菲身边的每一个女人，尤其是存在感最强的大 S。当然是他先绿的呀，信剧本吗？过了1个月就婚了啊？信吗？可能吗？啊？那绿帽子10顶20顶的往上戴。他是以酒消愁，愁更愁。他你想想，什么都没了啊，还让人给绿了。完了，你说他就喝点，靠个酒来消他的愁了，不容易，太不容易。但是可笑又可悲的是，张兰绝不仅仅只骂大 S， 张兰把每一个汪小菲身边的女人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情敌，视为精神世界的掠夺者。你抢走了我的儿子，你抢走了我那万般优秀的宝贝大儿子，
你必须久视为奴为婢，来感恩你的获得。否则，你把我的儿子带离我的身边，居然你还想要平等，你还想要公平，你还想要名誉。我儿子不过是在外面寻花问柳，朝三暮四，你居然就不能忍了？你就是作，你作，我就帮着我的儿子来虐待你。我儿子不方便出面的地方，我张兰不要脸，我可以替我儿子霸凌你，因为你们这些狐狸精，再爱我的儿子汪小菲，你都没有我爱的真切。这就是我常常打的那个比喻，在私下里。今天我也把它放在这儿，我不怕被告。汪小菲和张兰表面的肉体关系是一对亲生母子，但他们精神内核的真实关系是一对疯狂虐恋的恋人。他们逃脱不了彼此，但是又需要着彼此。他们需要彼此，但同时又痛恨彼此。他们双方的幸福都是对方来毁灭的。在这个凡尘俗世里面，他们仿佛要祝彼此幸福，但是他们又不能失去彼此那可悲又可怜的相互舔舐。他们的关系变态极了，一个有恋母情节，一个有恋子情节。那个龌龊没用的儿子总想出去找女人，总想找一个像他妈一样的女人，可惜他没有找到，尽管他曾经认为大 S 就是。而张兰这个长期内心空虚，已经到了极度变态的老女人，在她的世界里面，她坚信只有一个像我张兰一般为汪小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人，才能配得上我的儿子。但这个女人永远都不会出现，所以张兰一边祝福着她的儿子，你要永远的幸福。可他儿子每当与幸福擦肩而过，有那么一丝丝可能的时候，他马上就举起他那歹毒的手臂，去砸碎汪小菲所有幸福的可能性。大家能够理解那种感受吗？其实我又爱你，我又妒忌你，我又想逃脱你，但我又需要你，这种感觉汪小菲对大 S 同样具备。在大 S 死后，汪小菲成了媒体重点追逐的一个对象。当有一天晚上，他驱车赶回住所的时候，发现外面有台湾媒体在跟踪，于是乎他让司机提前半个小时停下了车辆，就出现了这首 MV 的画面。汪先生接下来有让特别会去哪里处理事情？进入还好吗？我都能够想象，当汪小菲走在雨中的那一刻的时候，他自己是充满了信念感的。无论他的演技有多么的拙劣，但他自己信了。他在内心给自己唱了一首 BGM， 这首 BGM 就是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的拍。这种拙劣的画面，在中国那个拙劣的平台抖音，有无数梦女都感动的落泪了，都替汪小菲舔舐伤口，说甭管生前有多少的恩恩怨怨，但是终究他还是爱着的。他还是爱着的，他能不能为他已经去世的爱人暂停买水军这件卑鄙的事情呢？他不能。而且他还要无耻营销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段所谓的记者偷拍的淋雨视频，居然被张兰放在了自己家商店的营销号里面，作为一种推广，并且放了一首凄婉的音乐。而当所有尚有理智的清醒人看到他这种拙劣的表演都已经看吐了的时候，于是乎这个 MV 的下半场又开始拍摄了，也就是副歌部分。请看这张照片。如果你感觉到刚刚淋雨的那场戏已经够抓马、够狗血的了，但是在看到这张雨中下跪的照片时，你是否感到
你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依然还是保守了些。而与此同时，身在北京的张兰女士正在干嘛？正在和营销公司写台本，要利用大 S 的死亡，再一次把那奄奄一息的直播间重新抽到流量的顶峰，要割韭菜，要带货。试问，大 S 和我们这些观众非亲非故，当我们第一天知道她的死讯时，都一天失魂落魄，没有心情做任何的事情，不为了这个陌生的姐姐，至少还为了那段真挚的青春岁月。而张兰作为她的前婆婆，作为她2个孩子的亲奶奶，能够在她死的当天立刻开闸直播收割流量，制造了几十条热搜词条，她还是人吗？她不是人。然后她就让她的一个员工，网传是他的干儿子，叫夏小健，在网上发出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假新闻来鱼目混珠。汪小菲包机接大 S 会回台湾。谢谢兰姐的热气球，咱们家的铁粉永远是支持兰姐的，咱们只相信兰姐。昨天小飞哥来看我，今天我干妈来看我节目，哇，这礼物！这个叫夏小健的人编出来的这一套无稽之谈是从哪个平台上发出来的？正是张兰自己授权的网店平台，而这个平台账号的名字居然还是用自己亲孙女儿的名字来命名的，多么的无耻啊！也正是这一段关于包机的谣言，使得小 S 和航空公司都做出了书面澄清。澄清之后，身在台北正在演着狗血拖棚的苦情戏的汪小菲，和身在北京正在日夜赶工编织谣言的张兰，他们2个人的戏就演岔了，对不上台词了。为什么对不上？因为每个人都想在不同的地方给自己加戏，于是乎剧情就变得不合理了，就露出了马脚。这个时候，汪小菲就怒了。我什么时候说了？所有精神尚且正常的人，听完这段对话之后，一定会三观毁尽，感叹这是亲生母子之间的对话吗？但是更奇葩的是，这是亲生母子之间的对话，但是张兰为了流量，居然可以把它公放出来，给全网的吃瓜群众直播使用。张兰，我想在这里面画一个重点。他和汪小菲虽然留着同样卑劣的 DNA， 但是他们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汪小菲的为非作歹是极具表演信念感的，也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忘了自己是表演，他自己是自己第一个被感动的忠实观众。而张兰不一样，张兰人生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一生都在撒谎的卑鄙女人。很多当代的年轻网友对于张兰爱撒谎的这个习惯，主要集中在汪小菲和大 S 离婚以后的这几年直播人生里面。但是张兰撒谎那可是有历史可追溯的，早在2010年，张兰就公然宣布自己永远不会移民，永远要做一个中国人，并且多次拒绝了多个国家主动伸出来的移民橄榄枝邀请。这里面画一个重点，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向一个没有意愿移民的人动不动就伸出橄榄枝去邀请吗？这是一个什么逻辑操作？但是2010年的中国人当时还没有这个思辨能力，请看 VCR。
你曾经也有很多的机会是留在国外的，你放弃了。我91年呢获得了加拿大移民局的正式的对我的移民的邀请，在那个时候当中放弃了，对不对？对。但是你回来之后，应该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移民吧？那太多了，随时。对，那你因为你投资移民也可以，对，你的那个企业家移民也可以，你优秀人才移民也可以，对，太多的国家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但是你为什么没接着橄榄枝？那我觉得，第一，我是中国人，我的骨子里，我的血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当我到移民局，1991年去移民局，我发现我要摸着我的胸口对加拿大人宣誓。我永远忠实于加拿大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永远忠实于我的祖国，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一番狗血宣誓的隔年，也就是2011年，张兰女士就当选了北京朝阳区的政协委员，也可以称之为张兰的高光时刻。但是转年的2012年，张兰就被爆出她早就已经偷偷加入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圣基兹荷尼维斯国籍。当年这个新闻一经爆出，惯性撒谎的张兰马上强词夺理的解释，是因为她想在香港谋求上市，不得不选择移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必然联系，我没有搞清楚。但是我至少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你移民就移民，不移民就不移民，你为什么要撒谎呢？对此，中国大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金星女士给出了振聋发聩的结案陈词，请看 VCR。是张兰女士因为一场官司牵扯出了她的国籍已经从中国变为了加勒比海某岛国，而她的俏江南公司呢，早在2008年就将企业类型从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张兰女士多次在媒体上讲述她的苦难创业史，宣称她拒绝外国移民。哪个人的创业不是一部艰辛的血泪史啊？移民正常，但潜水移民就不正常。就是这样一个做生意谈不上有多成功，但做人绝对足够失败的女人，在她儿子离婚的时候嗅到了一个商机，就是她可以利用台湾演艺圈给她儿子带来的流量和光辉，无止无尽的吃人血馒头，割韭菜，卖酸辣粉儿。于是乎，在汪小菲和大 S 为了感情而撕扯的时候，张兰完美的坐在直播间里边收割了这一系列的流量，足足持续了3年多的时间。那么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面，张兰坐在她那个直播间里面，到底干出了什么泯灭人伦的事情呢？尽管叔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好、口才非常顺的人，但是我依然还是要把手机拿出来，逐条的念给大家听，因为真的是数不过来。有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个假的新闻，就说大 S 怀孕了，怀的是具俊晔的孩子。于是乎，张兰开始在直播间里面模仿怀孕的大 S， 并且直呼希望把她送走。第二件让人发指的事情，就是张兰喊话具俊晔的母亲。张兰喊话具俊晔妈妈：“你的小孙子没留住。”众所周知，大 S 生了2个孩子，2018年第3胎流产。如今张兰爆3胎内幕，简直颠覆3观。直播中，张兰喊话具俊晔妈妈：“哎，老太太，你不说18年就见过那个给你送干花那个人吗？18年就住你们家去了，还住酒店了？老太太，对不起啊，18年你那个小孙子没留住啊，怎么办呢，老太太？”注意张兰的用词是你的小孙子，时间是2018年，刚好是具俊晔去台北的那一年。这是不是在暗示大 S 第3胎是具俊晔的？当时大 S 年龄太大了，身体不堪重负，第3胎没有保住。如今却传出这样的消息，不知道张兰是道听途说，还是有证据证明。但此番话一出来，无敌将大 S 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就不再是家庭琐事，而上升到大 S 对人的人品上。此前网友爆料，具俊晔18年去台北约会，他朋友上综艺的时候说他和一个已婚妇女在交往。汪小菲也在直播中表示，他有18年9出轨的证据，是台湾一个朋友发给他，他不想发，因为太丢人了。是吧？我不知道，我有他的证据，我不想说。台湾那些朋友发给我了，18年的事我不想说，丢人。
回顾大 S 离婚后立马和具俊晔闪婚，两人一通电话就重新热恋，总觉得有些蹊跷。现在大 S 再婚过年时还给张兰发一家4口的合照，十分得意。不过关于此事，大 S 终究是逃不脱一个回应。你以为这种吃相就足够难看了，对吗？不，在小 S 公公去世的那一天，头巾呢？来了，妈妈。我们都知道大 S 的身体非常的不好，甚至一度传出大 S 行走都出现问题。于是乎，张兰在直播间里面去表演把尿的动作，来影射大 S 此刻的身体状况，连上厕所都需要别人搀扶。快发挥！有一段时间，他们雇佣的水军公司在网上翻出了一个黄春梅女士年轻时候和一群人聚会的大合影，于是乎就开始在内地的网上放黑料，说黄春梅女士，也就是大小 S 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酒家女，坐台陪酒为职业。代表我自己，因为我知道那个小个的，他将来做节目的时候，他一定拿我开刀，所以呢，我知道他是什么人，他的本性是什么，所以呢，我今天呢。就要戳穿他，别惹我，别惹我，我有强大的14亿人支持我，因为我不怕跌倒地，现在不是扒出来了吗？扒出是他妈了吗？过去是什么，对吧？夜夜笙歌的，做场的，这咱们不知道啊，我只是看粉丝扒的，但是呢，咱们呢没有事实依据啊，咱们得有事实依据，有没有做场的照片啊？别光猜呀，对吧？这猜可不行，做事儿得有证据。但是呢，以他的为人带出这仨，对吧？18年老大跟剧的照片扒出来了，对吧？老二跟剧去日本对吧？对吧？哎，这不是都自己说的吗？前2天的《沃克》杂志的采访自己说的，对吧？你谎话说1000遍，自个儿都忘了，知道吗？所以说呢，人在做，你知道吗？踏踏实实、诚诚实实、牢牢。除了这种歹毒的戏码，张兰还经常在直播间演各种各样苦情的戏码。她谎称大 S 在过去的10几年时间里面只去过3次北京，每次逗留的时间不超过3天。而我们通过大 S 在北京定位发的微博都远远不止3次。来过3次北京，3天就走，最多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有些东西对。就是不能光听表面的，就是叫什么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你知道吧？对，就是冷脸，就是热脸贴冷屁股，热脸贴着冷屁股。好了，我相信看到这儿，很多观众朋友已经不能忍，甚至快吐了。为了不给大家继续的添恶心，张兰的例子就举到这里。在歹毒和无耻这个技术层面，我们可以说他们已经把大 S 完美的拿捏了。他们知道大 S 是不会真正爆他们料的，他们也知道大 S 这个人是有多么的体面，无论他多么的愤怒，他都会适可而止，都会容忍自己在北京的无底线，因为他们有共通的一儿一女。每当全国网民识破这对母子的谎言时，这对母子就又开始上演这个温情的假戏，就是把那一儿一女搬出来。比如说这段北京的孩子，因为这个是我的原则，我的孩子姓汪，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是啊，没有人。他凭什么不能回北京？没有人说他不。据后来的知情人士透露，当年大 S 和汪小菲离婚的时候是和平的协议离婚，而且是汪小菲主动放弃了2位儿女的抚养权，因为当时他的理由是自己的事业不稳定，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照顾这一对小孩。于是乎，大 S 承担起了照顾儿女的责任，汪小菲支付一定的抚养费，而且这个抚养费是在法律依据的框架基础之内完成的签署，并不存在大 S 对他的任何勒索行为。而这笔本应他来承担的抚养费，就成了后来他口中大 S 拿出去乱花钱去赡养具俊晔的费用。他就偷换了这个概念，仅仅是因为大 S 的第2任丈夫具俊晔跟大 S 住在了台北的家里。而在这个时候，歹毒的张兰又心生一计，
看看他那个光溜溜的在家里头，光溜溜的在家里头那个视频了吗？看得到吗？看见了吗？光溜的那视频，谁敢找他代言？就这德行吧，你们敢找他代言人？你们敢找代言，我就把你品牌撕了。他把具俊晔描述成了一个在屋子里面不穿衣服、行为极不检点的中年色狼，并且污蔑他的亲孙女儿小月月，说大 S 从来不给孩子穿胸罩。他编造这个谎言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他想把具俊晔描述成一个变态的色魔。他为了完成这个谎言的人设，不惜拿自己幼年的亲孙女儿来开这种下作的玩笑，这很可能给孩子留下一辈子的污名和阴影。但是他完全不在乎，只要这个话题能够完成他的人设，吸引观众来他的直播间看他直播酸辣粉，这就够了。后来中国的疫情解封之后，双方在协议之下完成了探视孩子的这件事情。而当张兰第一次见到她的孙女儿和孙子的时候，她居然做什么？她居然不经任何人的同意和授权，把两个牙牙学语的孩子领到直播间，企图来曝光孩子的身份和样貌，换取流量，直播卖她的酸辣粉儿。有很多人一直疑惑一个本源问题，就是张兰和汪小菲母子谎话连篇，劣迹斑斑，为什么他们在中国大陆地区还能拥有不小的支持者呢？这里面就牵扯到了这个政治问题，因为他们完美的拿捏了大陆网民对台湾这种没有理由的仇恨情绪。汪小菲被黑人在家里头暴打，因为这儿的价值观不同，摁在地下。阿姨给我夜里2点钟打电话，说不要命了，不得了了。汪小菲被黑人在家里摁在地下掐脖子，要打死人了。张兰的这段发言使得陈建州先生在中国大陆被网暴多年，甚至一度被认为是超级的台独分子，在内地的所有活动全面遭到封杀。而张兰口中陈建州和汪小菲为什么会起肢体冲突，后来真相大白是汪小菲在家中对大 S 展开了家暴，用玩具丢向大 S 的身体，使得大 S 跌倒。陈建州作为一个男士看不下去，出面制止汪小菲的暴行。而在张兰的眼中，这一场本来非常可以理解的家务之争，就变成了两个政治立场的之争。张兰把汪小菲的挨揍解释为汪小菲爱国，而陈建州是一个台独，一个爱国的中国大陆人，在台湾被台独给打了，自然就掀起了所有大陆网民的群起而攻之。而汪小菲先生他到底爱国吗？为什么咱们不能跟共产党争一争执政去？穿着一身西装，汪小菲看似是在跟朋友闲聊，却突然抛出这句敏感言论，直言为何不能跟共产党争一争执政去，引发骚动。而且还有另外一段 VCR， 我最近没有找到它的真实影像，因为所有的链接全部已经被公关删除了，我不知道这是谁做的。也就是汪小菲在电梯里面唾骂习近平的那段视频。有任何一个网友，如果你能找到那段视频的原版，请把链接发在评论区，叔将永远的为你置顶。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狗血8点档里面，还有一个女配角，也是我不能不提的一个角色，她就是张颖颖小姐。张颖颖小姐是何许人也？她就是当时大 S 和汪小菲离婚中间的那个小三儿。他们真实的离婚原因，就是因为大 S 发现她在北京已经不止一次的拈花惹草，并且当时的小三张颖颖已经登堂入室，跟她的婆婆张兰出双入对，开始玩全家的旅游大合影。虽然我个人认为
他们离婚的原因一定非常的盘根错节，绝对不来自于某一个点的爆发。但是张颖颖的存在，绝对也是导致他们婚姻破裂的导火索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今天奇葩的景象是，这个昔日的小三儿，我不知道是为了蹭热度，还是他内心真正的觉醒了，居然奋笔疾书写了一篇长文，为他曾经伤害的大 S 说了这样一番话。也正是这个没有什么文化教养的小三儿张颖颖的存在，才使得很多汪小菲平时生活中的大量不堪入目的出轨照片、出轨视频、出轨音频得以曝光在了网络上。由于本节目尺度的原因，我只给大家奉上一张大合集的集锦，请看。这些辣眼睛的照片，大部分都来自于汪小菲和大 S 还没有离婚的时候被拍下来的证据。而面对着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狗男人，他现在此刻居然立下了深情的人设，被中国无数梦女意淫着、幻想着。就在刚刚我们录制的时候，2台机器在我的滔滔不绝庆祝难书之下，已经全部的都没有电了。充了一会儿电之后，再打开这台机器的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黑掉了。接着刚刚那个主题来展开说，这个故事里面至少又新增了一个并不重要的配角人物，也就是汪小菲现在的妻子马小梅。汪小菲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个妻子？为什么要找一个同样是台湾籍的女子，而且名字中和她的前岳母有一个共同之处，就叫做梅字？而且巧了，这个女人和她的前岳母长得还有那么一丢丢的相似之处。马小梅到底是谁？是汪小菲看到了自己前妻闪婚之后，不能允许自己的心态不平衡，于是乎你找人结婚，我也要找人结婚。同样找了一个台湾本地的女子来气他的前妻，这个女子的功能就是一个临时演员。往大里说，特别客串。客串的时间为多久呢？我认为已经快下线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前妻已经不在人世间。那么这个请来气前妻的临时道具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就快没有意义了。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认同。你们可能始终认为，一个中年人婚姻，尤其是再婚，好歹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怎么可能因为如此幼稚的理由就促成最初的这种选择呢？但是你不要忘了，本片的男主角他叫汪小菲。第二个会导致马小梅这个临时演员忽然间变成正史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汪小菲要不断地跟台湾建立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哪怕这种联系最终利益已经全部断裂，但是精神上的联系也可以使得他继续的前蹿后跳下去。而且每次汪小菲在两岸之间的前蹿后跳，都会滋生出很多热搜、很多流量，这些流量都可以导给他的母亲继续的去卖酸辣粉儿。他和他母亲一前一后玩的是一鱼两吃。我不知道马小梅小姐是否会有缘刷到我这个视频，但是以我对这一家人的了解，他们肯定会看到的，因为他们是一群天天在网上搜索自己名字的人。那么马小姐，如果你有缘看到我的视频，我想给你一点善意的忠告：汪小菲先生他到底有钱没钱？我相信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即便你曾经认为他有点钱，但是结婚也有1年多的时间了，他的底细你应该已经摸清楚了。如今，他人生的梦魇，也是供养他生存的主要源泉，徐熙媛，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么你认为你自己还有什么剩余价值吗？如果你心里也很清楚，你的价值逐渐的在变小，你已经基本上演完了剧本大纲的最后一页，我奉劝你，把那些散碎的银两往荷包里装一装，选择一个走为上策的黄道吉日，你真的可以打道回府了。如果你继续选择留在汪小菲的身边，与他和他的母亲过着丢人现眼或是狼狈不堪的日子，我敢对你做一个大胆且不吉利的预测：当有一天你被折磨死的时候，真的不会有全网的人为你这样的声讨鸣不平。刚刚在给机器充电的时候，我在中国的内网看见了这样的一条新闻：抖音平台已经对张兰、汪小菲、夏小贱等一系列相关账号采取了无期限封禁状态。他们的账号现在抖音平台已经无法搜索，不再显示。那么微博平台，这个造孽更加深重的、更倾向于他们的平台，现在选择的是对这几个人的账号进行直播权限的关闭，实际上就是不处理。为什么？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在微博这个平台做直播。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张兰对凤凰网的记者说，他对这种封杀表示不满和不能接受，并且煽情的再次狡辩说，如果封杀他的抖音平台，会使得整个麻六记上上下下的8000名员工而丧失工资，又把就业问题和他个人利益胡搅蛮缠地捆绑在了一起。所有年轻的观众朋友们，所有关注社会议题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上了这个老巫婆的当。这个老巫婆撒谎成性，惯用的伎俩就是拉大旗做虎皮，甭管自己被别人揭穿了多少次，但是下次依然敢把那些光荣伟大正确的硬词儿往自己脑袋上扣，只要自己不尴尬，恶心的就是别人。张兰曾经在网上吹过一个这样的牛：小飞呢，创业1年解决了2000多万人就业。近日，张兰又语出惊人，在评论区回复网友说，现在企业正在爬坡阶段，所以没有为西安捐款。但是去年河北大水的时候，他们家捐了100万。随后有网友提出质疑，去年河北什么时候发水了？兰姐真的还是少说点吧。阿里巴巴集团拥有的全部员工是19万人，这是2024年的财报统计。而另外一个中国巨量级的企业华为集团，在全球170个国家统共拥有多少员工呢？20万0 7千人。您觉得他吹的这个牛有常识吗？但就是这种没有常识的吹嘘，他可以说是张嘴就来。但是对于张兰，对于汪小菲，他们一向都是这样罔顾事实，吹牛从来都不打草稿。如果自己的牛皮被人戳破了，他就要用爱国，他就要用社会责任，他就要用正能量来掩盖自己的龌龊和肮脏。我不知道这一次引发了社会众怒的恶性炒作事件所导致的平台对他无限期的封禁到底是多久，但是我想告诉天下所有有良知的人，还记得大 S 女士的善良人。如果有一天，这对孽畜又一次的投机取巧，在一个新的角度上复出了，请大家一定要记住2025年的2月2日，记住这一对母子手上有一个血债，这个血债的名字叫做徐熙媛。是这一对恶魔吸干了熙媛的元气。未来，我不知道活着的这几个主角会怎样处理后续的事情。具俊晔先生已经放弃了大 S 的遗产继承，那么大 S 所留下的遗产最终会流向何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就是这一对儿女的抚养权。这一对儿女是在台湾这样一个有爱的自由空间成长起来的一对孩子。如果你让汪小菲拿到了他们的抚养权，极有可能年幼的他们继承的那份母亲留下来的财产，都会被实际掌控人汪小菲挥霍一空。而这一对原本健康的孩子也可能被接回北京。接回北京以后，孩子的命运，且不说在教育和政治层面上，就单说一点，他们会落在张兰的手中，你觉得恐怖吗？我希望看完本片之后，所有台湾的、所有大陆的了解法律的人士，都能够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这样的人间悲剧在法律层面有没有办法避免？如果它能够避免，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我都奢望徐家人，希望大 S 的亲人和朋友以及爱人能够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去保护这2个孩子，以告慰西元在天之灵。